有259名官员，打着抓捕乱党的旗号，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冒领所谓的功劳，然后骗取朝廷的封赏。这么严重？何止严重，简直骇人听闻。就拿左翼前锋营统领隆德多来说吧，2年前，他还是小小的伪属前锋营侍卫，从五品，正是靠着一连串这样所谓的军功连升5级，摇身一变，变成了现在的正2品5职京官。隆德多朕是知道的。半年前，他捣毁了在京城反清联盟的5个据点，抓捕了50多名逆匪。朕还亲自赏了他1件黄马褂。可皇上有所不知，这50多名逆匪，有近一半是被冤杀的。你说什么？这些被冤杀的人，都是些遭受了旱灾、水涝的一些逃难的灾民。还有一些是在当地被地方的官员逼得进京城告御状的一些老百姓。既然这些人是被冤枉的，朝廷也派出了监斩的人，为什么他们不喊冤呢？隆德多为了坐实所谓的军功，在这些死囚上刑场前，都给他们灌下了哑药，让他们有冤难诉。真该死！皇上，其他官员骗取军功一样是花样百出。还有比隆德多更严重的吗？有，京城护军参领阿必齐。阿必齐，他府上挂的那个国之栋梁的牌匾，还是朕亲笔给他题的字呢。这阿必齐用的和隆德多是相似的手法，一路累计军功，从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城门吏，平步青云，如今已官拜3品。他冤杀了多少人？奴才查实的，这阿必齐杀的300多人当中，只有100多人是有过大逆不道罪行的，其他的都是冤杀的。更好笑的是，同样一个人名，却反复被杀了5次，身份一会儿是老妇人，一会儿是垂髫小儿，一会儿是中年男子。怪不得呢，怪不得我一个弱女子都被他们当成乱党逆匪给抓起来了。他们一定听我的口音是外地人，又无亲无故的，所以想拿我的人头去充数。索土，奴才在。把这些查实罪名的官员全部给朕抓起来，送到刑部审理。这，皇上圣明。圣明？你是在嘲讽朕吗？有哪个圣明的君王身边有这么多的贪官酷吏？哪有啊？你刚亲政不久，之前那些烂摊子都是鳌拜弄的，跟你没关系。身为天子，岂可诿过于臣子？看来朕必须尽快好好选一选能臣和贤臣，整顿一下朝廷的吏治。罗小弟，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朱哥哥，你都瘦了，下巴都尖了。你呀，总算知道关心我了。其实是雪姐姐先发现的。朱哥哥，我总是习惯了你对我的呵护，却很少主动关心你。小丫头，干嘛跟我说这些？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难受。其实我也不好受，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欢梅，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心，我不怨你，我只恨我自己无能。朱哥哥，你千万别这样说，你越这样说，我心里越内疚。欢梅，我们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我们对彼此都太熟悉了，这对于我们的感情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而康熙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琢磨不定的诱惑，所以你对他充满了幻想。欢梅，要不要跟我打个赌？什么赌？赌康熙能不能说到做到？我赌他不能。康熙他是个皇帝，而且他最讨厌那些贪官酷吏了，他一定能够说到做到的。好，那咱们这就赌上了。
赌注是什么？100两银子还是1000两银子？我不跟你赌钱，我赌你的心。如果你输了，我相信你对康熙的幻想也就破灭了，你也不会再被他所迷惑。到时候，你乖乖跟我一起光复大明，做我未来的太子妃。那如果你输了呢？如果我输了，那连我也会对康熙服气。到时候，无论你做什么，我也认了。嗯，好。你说什么？皇上，大刀阔斧的整顿吏治，已将隆德多、阿必齐等259名大小官员全部入狱问罪。不可以，不可以呀！万万不可以！司徒，奴才在。这259名官员罪证已经全部坐实，朕即刻就封你为监斩官，10日之后将他们全部问斩。啊，皇上，全部问斩？怎么，你还要朕再说一遍吗？不用，皇上，奴才听明白了。奴才这几天偶感风寒，一直咳嗽不停，浑身发冷，然后还不停地冒汗，一直在咳嗽。奴才一直在坚持着办差，可是到了今天，为师觉得有点撑不住了。奴才想请皇上开恩，可不可以拖延几日让奴才办差，或者另外再派一个人去监斩？司徒啊，你这病的可真是时候啊！真的，真有点撑不住了。行了，你恢复养病去吧。奴才谢皇上恩典，奴才告退。老滑头，皇上，其实索大人办案倒是很利索，也很有章法，是个不可多得的能臣。只是他没想到，皇上会如此严惩这些贪官污吏。若是让他监斩的话，就相当于让他得罪了大半个朝廷。又想在朕的面前捞功劳，又不想得罪别人。是，只怕眼下这监斩官的人选是不好定了。毕竟谁也不想一下子站到大半个朝廷的对立面。臣倒是无牵无挂，但臣是个汉臣，名义上又只是一名太医。皇上让我在暗中协助索大人办案，这倒是可以。若是在明面上对臣委以重任，只怕不太好。朕明白，你不是怕事，你是愿意为朕效力的，但是朕也不能将你推到火堆上去烤。多谢皇上体恤。只是，眼下这监斩官，怕是无人敢胜任了。罢了，那朕就亲自监斩，狠狠杀一杀这朝中的歪风。龙小弟，你太厉害了，我支持你。哼，朱哥哥，怎么样？我都说了吧，康熙是个好皇帝，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现在就下结论，未免太早了吧？如果康熙真的有魄力，把这259个贪官酷吏的头都给砍了，那我就认输。好啊，那就再等10日看看。好。皇祖母，近来身子可好啊？老太婆倒挺好，可是哀家怎么听说这些日子皇上从来没睡过一个囫囵个的觉了？皇上虽然年轻，也不能太疲劳，劳逸结合才是啊。
皇祖母啊，孙儿最近正在忙着整顿吏治，确实呢有几天没睡好觉了。哎，但是现在事情都已经办妥了，所以接下来孙儿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了。皇上啊，这是哀家亲手给你准备的参茶，补身养生的，试试吧。啊，皇祖母，这杯参茶啊，味道不错，就是汤色有一些稍浓，药味有些重。汤色浑浊，证明啊，这药味甚浓啊。这参茶呀，可以提神养肾呐。皇上日理万机，给龙体补补身子也是大有裨益呀。多谢皇祖母关心。再尝尝这个。啊，其味如何？皇祖母啊，这杯参茶汤色清澈，可是药味就没那么浓了，提神的效果也没那么好。是啊，水至清则无鱼嘛，浑水养鱼呀。皇祖母，您老人家似乎话里有话呀。是啊，哀家是有话要跟皇上说。听说皇上一怒之下，将259个大小官都拿下问斩了。是，皇祖母，这些人啊，贪赃枉法、草菅人命，都死有余辜。他们的所作所为啊，哀家也知晓。皇上要砍他们的脑袋，也是不为过。甚至有些人，你可以株连他9族，以儆效尤啊。皇祖母，其实呢，孙儿一次性要砍这么多贪官的脑袋，孙儿的心里啊也是有些不安的。多谢皇祖母的支持，孙儿这样就可以放手施为了。哀家呢，自然要为皇上仔细的打算，全力的支持皇上啊。只是哀家老喽，说上10句话，皇上未必能耐心的听上1句呀。孙儿听出来了，皇祖母是在埋怨孙儿自作主张吧？皇祖母，咱们祖孙心连着心，你要是有什么话，就直说好了。皇上可知道，那左翼前锋统领隆德多的娘家是谁吗？知道。这隆德多的祖母和皇祖母是堂姐妹，皇祖母可是要给隆德多求情，饶他一命。哀家为他求情，并不是为了亲情。皇上，你要知道，你擒拿鳌拜，为什么被鳌拜收买的那些守军没有异动？为什么鳌拜私下集训的那些亲兵没有起事？难道这件事情和隆德多有关？隆德多实际上是哀家安插在鳌拜身边的一颗棋子，他为了取得鳌拜的信任，大肆的诛杀对抗朝廷之人。这些人有的是该杀，有的是错杀，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在你擒拿鳌拜之时，隆德多他借口清查乱党，在京城实行了宵禁，让鳌拜的叛军无法出动啊，这才让你在宫中擒拿住了这个鳌拜呀。皇祖母，这些事情您为什么不早点跟孙儿说啊？皇上，你虽然年轻，但是呢，你许多事情很有主见，未必会赞成哀家的某些手段，所以哀家呢就隐瞒了。好吧，那就算隆德多将功折罪，夺取爵位，革职为民吧。多谢皇上给哀家这老脸。
那就恕哀家倚老卖老，要多向皇上讨几个人情了。皇祖母，请说。皇上知道这朝堂的背后可是盘根错节呀，牵一而动十，牵十而动百。你还太年轻，而皇祖母已经经历了3代的兴衰呀。皇祖母不得不为你想得周全一些。皇祖母的意思是，这上头的人都是跟皇上和大清江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人，望皇上处理他们时，需多多的酌情考虑。这些画圈的，不妨就最简易的；这些画勾的，最好是立即释放。只有这画叉的，则立即斩除。皇祖母啊，这孙儿啊，不是皇祖母一定要干政，皇祖母不过是一介女流罢了。这黄土都已经埋到脖梗上了，还为什么要跟自己的孙儿过不去呢？你要相信，皇祖母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皇上，为了这来之不易的大清国呀。皇祖母切勿伤怀，在这世上，皇祖母自然是孙儿最信任之人。你明白这一点就好，孙儿啊。皇祖母知道你现在整顿吏治，但是你不能够急于求成啊！这欲速则不达呀！这病重之人下不得猛药。朱哥哥，咱们等了好几天了，也没见那个内奸露面。还不是你上次打草惊蛇了？你呀，总是不听我话。我们先回宫吧，估计不会来了。哎，我还不想回宫呢。那你想去哪儿？我想吃串冰糖葫芦。你呀，就是一只馋猫。走吧。嗯。你慢一点，别转晕了。你要吗？不给。哎，朱哥哥，早就说啊，来这个地儿去一下，怎么样？看看，不错吧？今天这天啊，还真不错。是啊，我介绍的地方能错吗？哎，你这鸟的品种不错啊，我可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哎呦，是吗？哎，我告诉你们啊，我还知道一家别回头小店，那里的姑娘弹的一手好琴，那小曲儿唱的，哎呀，可了不得。是吗？是啊，这跟你们说啊，我这心痒痒的。哎，这样下次看看呀，我来做东，咱们一起玩一玩。哎，朱哥哥，那不是隆德多吗？难道我眼花了？你没看错，为首那个是隆德多，跟在他身后的那个是阿比奇。怎么可能呢？他们现在不是应该在天牢吗？3天以后就问斩了。很明显，事情出现了变故。环美，看来你赌输了。不可能，一定是他们向索额图行贿，所以索额图把他们放出来了。索额图不是要钱不要命的人，而且，就算他们私自被放出了天牢，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这里？不可能，龙小弟不会出尔反尔的。环美，别傻了。像隆德多、阿比奇这样的贵族子弟，就是爱新觉罗氏的鹰犬。就算这些鹰犬偶尔咬错了几只驯鹿野兔，那对他康熙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一旦他失去这些效忠的鹰犬，那他的皇位就不稳了。不可能，龙小弟不会说话不算数的，他不会骗我的。环美，哎，师叔姑娘，皇上吩咐过了，谁都不见。不行，我有重要的事情问皇上。哎，
龙小弟，世叔姑娘，您轻一点，皇上睡着了，别惊扰了圣驾。哎，世叔姑娘，小声点儿。龙小弟，皇上根本不是睡着了，他是喝醉了。啊！皇上喝醉了？哎呦，老奴该死，老奴该死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这皇上一早啊，就写了一道圣旨，交给了索额图索大人，然后就把我们都赶出去了，说是要一个人静一静。我知道了，这儿交给我吧，你去给皇上端一碗醒酒汤来。好，好，好。哎呦，这皇上要真伤了龙体，我这罪过可就大了。哎呀，龙小弟，龙小弟，醒醒！老大，你来了，陪朕喝2杯。别喝了，你这以前不酗酒的，现在怎么了？什么都别问了，陪朕喝2杯吧。不许再喝了！看着我，我问你，阿比奇、隆德多是不是你下旨放他们的？你是皇上啊，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天子的话，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的。是啊，朕是皇上，应该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的。你太让我失望了。老大，朕对自己也很失望。朕以为朕亲政了，就可以乾纲独断了，没想到。而且我就不明白了，你是皇上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你要杀的都是那些死有余辜的贪官污吏，既不违反大清律例，又顺应民心啊。老大，当皇上哪有那么简单啊？朕现在心里好难受，让朕抱一抱好不好？让朕抱抱。说话不算数，我再也不想理你了。哎，老大，老大，起来。你就是个大骗子，我再也不想理你了。你还记得这把扇子吗？还记得上面的字吗？你曾经说过，你不会让你的耳朵变成摆设。可是如今我才知道，你不仅是一条装聋作哑、没脚没爪的龙，你根本就是一条虫。一座红尘的城墙，煎熬过你给的苍茫，用半世的真换一世的伤，奈何不了无言过往。如果真心总喜欢流浪，谁会陪我遥望夕阳？用痴心的苦换天真的想，思念比毒药更传唱。我不能和你在一起，相遇是最痛的别离。如果我不是我，你不是你。龙小弟，其实这就是我要的利息。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消除贵族特权，革除积弊，整顿吏治，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好，我答应了，这个利息我一定还。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盖章。龙小弟，我这个老大可能要先行一步了。别说胡话，咱们两个是拜过把子的，说好了有难同当，同生共死的，所以为了我，一定要撑下去。龙小弟，我也好想陪你回京城。放心吧，我还想去受那些
欠我的利息。放心吧，人不死，账不来，你一定要好好撑着。要是你不在，我来账了怎么办？你不会来账的，因为你是一个好王。我之前说过，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可是我现在收回这句话，你真的很好。谢谢你，谢谢你，老大，谢谢你，所以一定要撑住。相遇是最痛的别离，如果我不是我，你不是你，眼泪就失去爱的意义。环妹，康熙他骗了我，康熙他骗了我。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你。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朱哥哥，我输了。别难过了。环美，我早就说过了，康熙在微服私访的时候，考虑的或许真的只有百姓。可他一回到这紫禁城，回到金銮殿，考虑更多的是他的皇位。朱哥哥，我问你，如果有一天你当上了皇上，你会不会跟康熙一样，在你心里最重要的是黎民百姓，还是你的皇位？你要说实话，不许骗我。如果有一天我做了皇帝，康熙没能做到的，我都能做到。你说的是真的吗？我永远不会骗你。我跟康熙不一样，他从小生长在宫里，而我从小生长在民间。我对老百姓的感情和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我远比他了解民间的疾苦，朝廷的积弊。环美，如果有一天我骗了你，就让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我不用你发这些毒誓，我相信你，朱哥哥。最起码你没骗过我，不像康熙那样。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师父跟爹要光复大明，扶你登基了。环美，你终于想明白了。我想明白了，而且通过这次山西微服私访，我也看明白了很多以前没有看明白的事情。像我们以前那样小打小闹，这里诛杀一个恶霸，那里铲除一个贪官，不过是图一时的快意恩仇，根本没有办法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环美，我永远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许。我希望你也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感情。
皇上吉祥。平身吧。是。一会呢？回皇上，诗诗姑娘已经安歇了。你们先退下吧。是。老大，老大，老大，朕知道你还没有安心，朕想跟你说会儿话。老大，皇上，您还是先回去吧。诗书姑娘，她是小孩子脾气，您越是上赶着跟她解释，她就越是听不进去。您先放下几天，过几天自然就好了。只怕这次事情非比寻常，她跟朕不是一般的知己。皇上您放心，奴才跟李太医会好好劝劝她，相信她会明白的。老大，你就别再板着一张脸了，行吗？皇上千万别折煞奴婢了。奴婢啊，跟皇上是尊卑有别，奴婢再也不敢冒充什么老大，冒犯龙威了。朕知道你心里还在生朕的气。没有，奴婢在皇上面前只是一只小蟑螂。哦不，奴婢就是一只小臭臭。只要您龙族一抬啊，就能把奴婢剁个稀巴烂。是吗？那你昨儿个还骂朕是个骗子，不仅是个骗子，还是天底下最大的骗子！你还撕了朕的檀香古扇。奴婢得了失心疯了，求皇上治罪，奴婢罪该万死。老大，你就别再和朕赌气了，好吗？你以为朕不想杀尽贪官，整顿吏治吗？朕想，朕做梦都想。可是朕这个皇帝也不是万能的呀。太皇太后说的对，这朝中的事情很复杂，没那么简单，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只怕打虎不成反被虎咬。朕只能徐徐图之，你要体谅朕的苦衷啊。二公子，时候不早了，咱们该赶路了。再等一会儿吧。叶姑娘和叶少侠一定是在京城寻到了亲人，想必不会和我们一起去滇都了。咱们还是赶快赶路好了。来，二公子请。倩影，倩影，叶兄弟，二公子，
二公子，我还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你了。所以说，这就是缘分。我们原计划在京城投亲，但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听说是以前搬到外地了。我本想在京城找一家镖局落脚，但是我妹妹一直拉着我，让我来投靠二公子。不知二公子可否收留我们兄妹二人？这还用问吗？求之不得啊！请。这一纵队向左，这一纵队向右，啊！开始攻城！哈哈哈哈！老爸，有人来了，有人来看我了，我要吃的。老爸，我是一欢，我来看你了。给你糖吃。我要知道，好吃，真好吃。玉欢，玉欢是谁啊？我要吃，好吃，我好吃。我的糖。老爸，乖，不能再吃了，这个不能再吃了啊，乖，不能吃了。这还有呢，鳌拜，还有呢。鳌拜，你看，这是桂花糕，给你的。你是好人，他是坏人，他抢我糖，不好。哎，好吃，好吃。猪哥哥，看来鳌拜是真的疯了。好吃。吃完了，我们要杀出去。鳌拜，我们先走了啊，把吃的放在这儿，你自己慢慢吃。你们下次来看我，再吃了。我还要。走吧。好吃，吃完了我们杀出去。以前呢，我觉得鳌拜很残暴，很可恨。可是他疯了以后，今天又看到他这样，我真的觉得他很可怜。你觉得他可怜，说不定他自己觉得很快乐呢。他这一生，前半辈子替爱新觉罗一族打天下，后半辈子在朝堂上和其他3个顾命大臣斗得你死我活，未必有现在的日子过得自在。鳌拜这一疯，他手下的情报网络也都瘫痪了，潜伏在咱们明珠谷的奸细也不会再露面了。现在形势很复杂，樊师妹跟叶师弟跟着吴应奇去了云南，继续打探1号金钥匙的下落。希望他们能顺利找到金钥匙，咱们也顺利找到真的铜匣，再找出潜伏在明珠谷的奸细，这样咱们就可以撤出紫禁城了。欢妹，你不是一直打算继续留在宫里吗？那是以前，现在康熙已经不是我的龙小弟了，我不想再继续留在那个骗子身边了。走吧。来看一看啊，都是自家做的，带一个回去吧。哥，看一看这个啊。真没想到，滇都不仅有京城的繁华，还有京城看不到的民族风情。对啊，其实滇都啊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等我这次见了我父王之后，我带你们再好好逛逛。你爹是不是很凶啊？我父王平常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因为是军人出身，所以总是有点不怒而威。说实话，我每次见到他呀，我心里还会发怵的。但是他人还是很好的，尤其是对我和我娘，他心里啊
还是很疼我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平西王虽然在世人的口中颇受争议，但我相信，他一定是个疼爱儿子的好父亲。对啊，千阳，你真是善解人意。二公子辛苦了。王爷有命，要二公子一回来，速去复命，不得耽搁。好，我这就去。叶兄，倩影，我娘和我喜欢清静，所以自行冠礼之后，我娘就随我搬出了王府。这样甚好。倘若真是平西王府的话，只怕我们兄妹二人还不敢踏入了。吴嬷嬷，这位是叶兄弟，叶姑娘，你要为他们安排最上等的客房。二公子放心，昨夜接到消息，我就准备好了，一切用度都安排了最好的。哎，对了，让你准备的药材，你准备齐了吗？大多都准备好了，都是双份，但唯有一味雪肤草只找到了1份。倩影，你看，为你调制药膏的药材，咱们可找齐了。可是，皇上命你把1份药材送往京城，这雪肤草却只有1份。皇上那边啊，咱们再想办法。当然是先给你找齐了药钱。叶兄，倩影，我还有要事，就无暇陪你们先拜见我娘了。你们先到府上安顿，有什么需要的就跟吴嬷嬷讲，等我晚上回来，再给你们接风洗尘。二公子且忙正事要紧，不必以我们兄妹二人为念。这二公子连衣服都来不及换，看来定是有要事。叶公子，叶姑娘，请。叶姑娘，请。叶姑娘，看看，还有什么短缺的？哦，没有了，都挺好的，有劳了。那叶姑娘且先安歇，我再去叶公子房里看看。奴婢望月奉主母之命来请叶姑娘一见。你家主母是？我家主母是平西王侧妃，二公子的娘亲。请。平西王侧妃就住在这里吗？我家主母喜欢清静。叶姑娘，这边请。主子，叶姑娘来了。民女叶倩影拜见王妃。不必多礼，看茶。是。想不到二公子的娘亲如此年轻美貌，优雅端庄，也只有她这样的娘亲，才生得出二公子那样的儿子吧。我琪儿在家书上说，叶姑娘是她新结识的朋友。
并且是他的红颜知己。琪儿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惊险，多亏了叶姑娘屡次搭救，我心里好生感激。王妃言重了，二公子吉人自有天相，我不过是略施以援手罢了。叶姑娘，你虽说是江湖儿女，但是性子却温柔和善，落落大方。我一见你，心里就好生欢喜。叶姑娘，你还是第一次来滇度吧？你且安心的在我府上住下，等我琪儿忙完公务，让她带你四下好好逛一逛，好好的领略一下滇都风情。多谢王妃。有所隐瞒。当初父王要孩儿运送永历帝的遗物进京，孩儿在登记造册之时，曾看过一眼这把金钥匙，但是也并没有十分留意。后来与山西总兵舒建会面之时，舒建特意将这把金钥匙贴身收藏，儿子也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对这把金钥匙的印象也并不是十分分明。后来父王命密使从舒建那夺回金钥匙，那密使也是直接带走了金钥匙，孩儿也就没有机会再见到。所以您要问孩儿，这把金钥匙是不是当初的那把，孩儿也不敢确定。你这话说的是真的？那这把金钥匙？假的。假的？那真的呢？不知道，下落不明。那父王真是大意失荆州啊！当年绞杀永历帝时，父王就见他镜中带着一把金钥匙。当时我虽怀疑永历帝如此贴身之物必定十分贵重，但我却猜不出他究竟有何用途。所以，当朝廷要父王将永历帝遗物全部押送进京时，就没有将他扣下。父王，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这把金钥匙的用途的？10多年前，父王绞杀永历帝以后，就已经成为朱明联盟必杀之而后快的第一人。所以，父王就在朱明联盟里安插了内线。在你们押送永历帝遗物进京后，我才从内线那里得到了消息。当年崇祯皇帝意识到大明江山危机时，就将宫里的宝藏隐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然后绘制了一张藏宝图，藏在了一个铜匣子里。除了藏宝图，这铜匣中还藏有各地朱明联盟成员的潜伏名单。所以这把金钥匙就是开启那个铜匣子的。不错，打开这个铜匣子的金钥匙一共有3把，3把必须同时打开，否则就会破坏机关，毁掉铜匣子里的藏宝图与名单。孩儿办事不力，没想到这把金钥匙有这么特别的重要性，孩儿竟然让它在眼皮子底下被人调了包。父王可以肯定，你出发时带走的金钥匙那是真的，所以一接到密报后，父王就立刻派人快马加鞭通知你换下金钥匙。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等我的人赶到时，金钥匙已经落到了舒建之手。没办法，我只好命人假扮劫匪杀了舒建，劫回金钥匙。可这把金钥匙已非是当初父王给你的那把了。孩儿办事不力，请父王降罪。
琪儿，现在不是谈责任的时候，你要仔细想想，这一路上，除了你和书剑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也接触过这把金钥匙？这，琪儿，莫非你想起了什么？父王，孩儿将押送过程想了又想，实在没发现是哪个环节出了什么问题。雪儿啊，你这次京城之行十分辛苦，父王啊，对你非常满意。我已命人将给你的赏赐送到你的府邸，你先回去好好休息。若是想起什么，再回来告诉父王。是，孩儿告退。千阳，千阳，怎么样？在这儿住得惯吗？要是缺什么的话，就跟我说一声。你娘给我送了好些衣物、玩物和金银首饰，现在我什么都不缺了。那就好。二公子，你这是怎么了？好像脸色有一点不好。没什么，就是今天去交差时，被我父王数落了一顿。你一路上这么辛苦，你父王为何还要训斥你啊？还不是因为永历帝遗物里的那把金钥匙。什么金钥匙啊？千阳，你还记得吗？永历帝遗物中的那个首饰盒里，有一把金钥匙。当时你打开盒子看，还有东西掉在了地上。你捡起的东西里面，就有那把金钥匙。是吗？我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些东西掉在地上后，我就一股脑的都将它们捡回了盒子。莫非是舒总兵从永历帝遗物当中拿出来戴在镜上的那样东西？难不成就是那把金钥匙？不错。后来书剑遇刺，那把金钥匙也不知被什么人掳走了。我父王为此责怪我，说不好向朝廷交代。哦，这书剑遇刺一案，皇上已知道是山西巡抚刘德昭所为，那金钥匙应该就在刘德昭手上。如今皇帝已判他下狱，那这金钥匙
就应该在皇帝手上。你父王不过是责备你几句罢了。我还是第一次外出办差，没想到办成这样，我心里很是自责。英奇，对不起，是我盗走了金钥匙。不过我盗走的也是一把假的，就算我告诉你实话，你只怕也不会相信。时候不早了，早点歇息吧。二公子，这是什么？这是为你调制好的冰肌雪肤膏。既是我承诺过你的事，就一定会为你做到。英奇，对不起，对不起。王爷，二公子一路押送永历帝遗物进京的事情就是这样，您还有什么疑问吗？石青红，这一路上有没有察觉二公子有什么可疑之处？这倒没有。不过，自从二公子见到了叶倩莹以后，好像很喜欢这个姑娘。叶倩莹和他哥哥叶默生路上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卑职觉得这兄妹二人很神秘，不仅武功高强，而且行踪难测。说具体点儿。永历帝的遗物在交给山西总兵舒建之前的那个晚上，本来是放在二公子房间里的。可是那天夜里，二公子曾邀请叶姑娘到他的房间里面挑灯下棋。那后来呢？后来，那叶氏兄妹跟我们说，他们要到京城去投亲，之后又来找二公子说亲人没有找到。卑职觉得，这也是疑点。你先下去吧，好好看着叶氏兄妹，一旦有动静，随时来报。卑职遵命。二公子，王爷问我话的情形就是这样。好，对我果然忠心。这是我父王赏我的，现在他们都是你的了。这太多了吧，卑职不敢收。怎么，我父王说的话你就听，我说的话你就不听了？卑职不敢。老实啊，自从我父王把你调到我身边，我就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了。二公子，卑职虽然效忠于王爷，但自从到了二公子身边，从未在王爷面前说过您半句坏话。
我知道，要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二公子，这话什么意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还有一个名字，叫傅恒波。你怎么知道？我不仅知道你叫傅恒波，是曾经伏虎山的山大王，我还知道你曾经袭击过我父王的粮队，还偷袭过我父王。我父王左肩上的那道剑伤，也是你的杰作吧？后来看我父王在云南的势力越来越大，就改头换面，化作石青红，投靠了我父王。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揭发我？哼，那是因为你对我还不错。石青红，我就问你一句：我和我父王之间，你更愿意效忠于谁？卑职更愿意效忠二公子。哼，好。那么从今天开始，这个世界上没有傅恒波，只有石青红。叶欢，这个是吴应奇命人快马加鞭从云南送来的药材，你看一看，是不是你要配置冰肌血肤养颜膏的药材？朱哥哥，我辨别药材的能力没有你强，你帮我看看吧。好。回皇上，这的确是配置冰肌血肤养颜膏所需要的药材，但是独独少了一味最重要的血肤草。那怎么办呀？那冰肌血肤养颜膏是制不出来了吗？那不是，叶欢，你先别着急，我让吴应奇再想想办法。奴婢不敢有劳皇上，皇上说过，皇上不是万能的，很多事情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还是等奴婢出宫以后自己慢慢找吧。叶欢，叶欢，你非要这么别扭地跟朕说话吗？皇上，臣妹只是一时没想明白，待臣慢慢开导他吧。李太医，还是你能体谅朕的苦衷。臣自幼在江湖上闯荡，所以比臣妹更了解，这世间之事各有各的因果，这世间之人各有各的无奈。吴应奇既然已经开始盘问金钥匙的事情，显然是对我们起疑了。我想，我们必须赶紧撤了，不然只怕走不了了。不行，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不能就这么半途而废。吴应奇虽然对我们有点起疑，但没有说破，反而送了我冰肌血肤膏，这说明他没有任何证据。如果我们就此撤离，反而坐实了他对我们的怀疑。好，那我们就再观察一下看看。不过如果形势不对的话，我们只能放弃任务，先撤离再说。李太医，朕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一个特殊的人才去完成。此人必须武功高强，有勇有谋，最重要的是，还要对朕绝对的忠诚。
一旦事情败露，不能说出是朕的旨意。朕思来想去，觉得只有你最合适。你可愿替朕分忧？臣万死不辞。这个铜匣子，乃前明的崇祯皇帝所留，里边不但有潜伏在全国各地前朝著名联盟的名单，还有一份藏宝图。这个崇祯皇帝啊，生前昏聩无能，没想到临死之前还灵光乍现，留下了这么一个铜匣子和金钥匙的谜局，用来复国。所以朕必须得到这3把金钥匙，打开这个铜匣。皇上也想找到藏宝图，说来说去，皇上也贪财。朕是贪财，但是朕贪的财和你不一样。你贪财是为了你的乡亲，朕贪财是为了大清的子民，天下的百姓。我大清打入京城之时，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紫禁城里和国库的财宝都已经被崇祯皇帝提前转移了。眼下江山初定，天灾人祸不断，我大清国库空虚，朕有许多执政良策，都因为没钱而无法实施。可是鳌拜说过，这3把钥匙，一把在台湾郑经手上，还有一把在前明继王李定国的手上，最后一把在吴三桂手上。想要凑齐这3把钥匙，简直是难上加难。再难也得想办法。只要找到这3把金钥匙，将这些反党一网打尽，那朕就可以安心的处理朝政了。最重要的是，朕修路架桥，治理旱涝灾害，开办善堂，减负利民的钱就有了。现在说的那么好听，谁知道找到藏宝图以后，会拿这些钱真的实行善政，还是拿来跟自己的文武百官、皇亲国戚来奢靡享乐呢？皇上，臣定当倾尽全力协助皇上找齐3把金钥匙。这3把金钥匙要一把一把的找。眼下李定国行踪不定，郑经远在台湾，只有吴三桂那把最容易得到。皇上的意思是，要臣去一趟平西王府，偷金钥匙。朕是不能下旨要吴三桂交出金钥匙，那样的话，他会抵赖说这把金钥匙早在山西的时候就已经被刘德昭的手下给劫走了，所以朕得派人悄悄地去偷，而且这个人还不能是宫里和朝廷里的人。臣明白了，臣不会找宫里的人去做帮手，而是去江湖上招募一些臣以前闯荡江湖时所认识的武林高手，只说是去平西王府劫财，不说是去偷金钥匙。如果成功了，臣便回来复命；如果失败了，臣宁愿一死，也绝不出卖皇上。李太医，此次行动十分危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若情况不妙，务必全身而退。臣定当不负皇上重托。那奴婢也去，正好有个照应。你去做什么呀？你不过就是轻功好，逃命还行。你去了哪是帮你哥哥的忙啊？那根本就是拖后腿。实话跟皇上说吧，奴婢在这皇宫啊，也待腻了，想要去江湖逍遥自在一番，顺便找到奴婢的未婚夫。离婚！不许去！凭什么？我们有言在先的，我早晚会出皇宫，找到我的未婚夫成亲的。老大，别再跟小弟赌气了。奴婢不敢，皇上别再折煞奴婢了。那日在刑场之上，奴婢跟龙三已经断绝了兄弟之情，如今已经不再是兄弟了，而是君臣。好，那朕就下旨让你在宫中陪着朕，永远都不得离开。那奴婢如果非得要走呢？您是打算把奴婢的双腿砍下来啊，还是用铁链子把奴婢锁进天牢呢？奕欢，皇上胸怀宽广，又重情义，所以才对你一忍再忍，你怎可不知好歹，得寸进尺？你那未婚夫迟迟不来寻你，想必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待他完成了心愿，归来寻你之时，
你再向皇上辞行也不迟啊。到那个时候，皇上一定会放你离开的。欢妹，不要再跟康熙置气了，这样改变不了什么。眼下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尽快找到真的铜匣，查出内奸。我再借此次盗取金钥匙的任务，彻底激化康熙跟吴三桂的矛盾。我听你的，朱哥哥。对不起，欢妹，我知道这样很委屈你。等我们完成任务，我马上带你离开。朱哥哥，你不用跟我道歉。也许你跟师父都是对的。等光复了大明，你当上了皇上，也许你会是一个比康熙更好的皇上。欢妹，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一定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太子，此次康熙派你去滇都抢夺金钥匙，没安着什么好心。若是成功了，自不必说；若是失败了，他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也不至于跟吴三桂闹翻脸。只是康熙万万没有想到，我们正好可以将计就计。等我拿到金钥匙以后，我就交一把假的给他，再向吴三桂透露我们是受了康熙的指使，从而进一步激化康熙跟吴三桂的矛盾。太子此计甚好，只是吴三桂早已知晓金钥匙的秘密，定会妥善收藏，并派重兵把守。你一个人前去，恐难达成任务。我等师长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跟你一同前往。若有诸位师长相助，此次去滇都盗取金钥匙，定能事成。可是吴三桂的平西王府机关重重，咱们这些人除了雪衣居士，没有人懂得机关阵法之术，所以没有他的话，此事不行。六师傅去山西追杀裘贵去了，也不知道得手了没有。盗取金钥匙也是当务之急的，我们得赶紧通知雪衣居士，让他杀了裘贵之后，火速赶往滇都，与咱们会合。这事就交给我吧。最近我训练了一批信鸽，正好派上用场。